我先去 Sport，OK， Go。OK，Corner。整辆车子很稳很稳。140千到160千买 D segment 的年代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早在2013年推出的 Mazda 6 2.5 L 就已经在卖190千。2018年推出的 Toyota Camry 2.5 L 也是卖190千。2020年的 Honda Accord 也是卖195千。而这个从韩国 CBU 整装进口的第8代 Hyundai Sonata， 官方售价206,888块。首50名购买的车主可以享有189,888块的促销价。在今天这支影片播出之前，我要邀请新来的朋友帮我按下 subscribe 的 button。第8代 Hyundai Sonata 的引擎选择有非常多种，从 1.6 L Turbo、2.0 L 自然进气、2.5 L 自然进气到 Hybrid。而马来西亚拿到的这个版本呢，它是采用 2.5 L Smart Stream 4气缸自然进气引擎，搭配 Hyundai 自家的 6AT 自动变速箱，它能够输出180 PS， 也就是178 horsepower 和232 Nm。所以同级竞争对手方面呢，我们从 Camry、Accord 讲到 Passat， 讲到 Mazda 6， 他们都是从180匹到200匹左右。所以当然就数据方面啊，这个178 horsepower 算是勉强刚刚好及格而已。相较于它的价钱和动力数据，我觉得这辆车子真正最大的卖点就是在于它的造型设计了。它采用了 sensual sportiness 感性运动的设计风格。最明显的就是你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 daytime running light 日间行车灯，它是有点隐藏式这样子的，再搭配这个 LED 车头灯，还有这个类似 Venom 猛毒这样子的前脸造型，让它在整个感觉上面就是比同级的像 Camry、Accord 都还要来得好看。只是美中不足的就是呢，它的这个车头灯啊，虽然是 LED 的，不过它不是 Adaptive LED， 它里边也没有 Auto High Beam 的功能。就这个价钱来讲。再来 Sport Rim 也是这个第8代 Hyundai Sonata 的招牌菜，它同样的也是很有 Venom 的感觉。尺寸是235/455R18，用的是 Continental Premium Contact 6轮胎。这个 Sonata 的车身长度有4900mm， 也就是比 Mazda 6、Camry 和 Passat 都还要来得长，轴距也是如此。而这个第8代 Hyundai Sonata 最特别的就是它的这个流线型的线条啊。让车身的整个风阻系数达到 0.27 CD 的这个风阻系数。我们活在一个充斥着网红脸的年代，所有的美女看起来越来越像，同样的眉毛，同样的假睫毛，同样的鼻子，同样尖尖的下巴，还有同样的妆。车子也是如此啊。现在的车子已经失去了自己原有的特性了，所有的车子都是设计到尖尖、扁扁、圆圆、瘦瘦、长长，很多车都是这样子。所以 Hyundai 就给出了一个答案，要怎样能够让自己的 D segment 看起来与众不同，非常的有辨识度，又能够让人家第一眼就告诉你这车子好看还是不好看。如果你把 Hyundai Sonata 的车尾这个贯穿式 LED 灯光饰条给抽掉，它的这个车尾灯其实就跟第10代的 Honda Civic 是一模一样的啦。只是好就好在它让它呈现出一种很 Cyclops 的那种 feel。所以它的车尾的 boot 这边呢，你可以看到它的开步的方式也是一样，按这边。这个 Sonata 的行李箱空间有510公升，也就是比 Mazda 6和 Camry 都还要来得大，它只是比 Volkswagen Passat 还要小而已。再来，它的下面是没有 spare tire 的哈，马来西亚版本的。所以它这边还有60/40分离倾倒功能，你只要拉这个 handle， 你就可以把前面的椅子放下来。所以当前面的椅子放下来过后，你就还可以去进一步延伸你的行李箱空间好了。So that's it。纯粹是因为我很喘罢了嘛。OK， 这辆车子呢，它的车身长度是比 Camry 和 Mazda 6都还要来得长的。可是坦白讲，我坐在它的后面呢，我觉得它不会像 Camry 这样宽敞，而整体的感觉其实跟 Mazda 6非常像。
因为他们都有这个玻璃天窗。然后我的身高是178cm 嘛，所以这辆车子的问题就是在于你看我的头是差不多要顶到车顶了的，因为刚才我已经讲了，它的车顶线条是 slick 的嘛，所以你 slick 有 slick 的好 ，slick 有 slick 的不好。整体就 material 方面来讲，我觉得它有一点软质塑胶，可是看起来像 hard plastic 这样子啦，所以只有这个 camo 配色的皮革座椅让我 feel 到它有ADAS的感觉。第8代 Hyundai Sonata 采用了 Beautifully Smart 的车厢设计语言，所以整体上面这个车子就用了一般上你在 Kia Hyundai 集团底下车子会看到的这一块悬浮式荧幕，而不是帮起到电视机路啊。只是它跟其他以前的 Hyundai 不同的就是它旁边这个东西不是实体按钮了，它其实是 Touchscreen 来的。所以它这个8寸的荧幕里面支援 Android Auto 和 Apple CarPlay， 所以有 Android Auto 有 Apple CarPlay 就能够解决大小的问题了，所以这个也不用多讲。再来这辆车子最厉害的就是它的这个电子仪表板了，因为它用的是12.3寸的 Super Vision， 它可以根据不同的驾驶模式去切换它的 pattern， 它的那个 transition 是很有 Hollywood feel 的。你看你从 Comfort 去到 Sport 的时候它就这样 boom， 自带音效啦，这样 boom， 咻。只是不好的就是呢，哎呀，又是多倍的转速表，要讲多少次？为什么 RPM 要多倍？So besides 这2块荧幕，这个第8代 Hyundai Sonata 马来西亚版本的 Sonata 啦，它是设备其实算是蛮齐全的。首先它有这个 Swift by Wire 的排档杆，就是它不是那种咚咚咚这样子的，它是透过 button R、N、D、P 去按它。然后这边有 Driving Mode Selection， 再来还有这个 QI7 的无线充电器，还有 USB 接口，还有一个12V 的 socket。再来它还有 Head-Up Display 抬头显示仪，它也有这个玻璃天窗 Pedal Shift， 该有的东西其实都有。乍看之下是这样子啊，可是你再仔细去看的话，就会发现到这辆车子是没有 Hyundai Smart Sense 的。它虽然有一个很特别的叫 Blind Spot Camera， 就是你打左边的行的时候，它会给你看到左边的道路状况；你打右边的行的时候，它会给你看到右边的道路状况。其实这个东西跟 Honda Land Watch 是很像的，只是 Honda Land Watch 是透过中控台荧幕，而这个 Hyundai 的 Land Watch 是透过仪表板去给你看到左右两边的道路状况。它是有 Cruise Control， 不过它没有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没有像样的 Blind Spot Monitoring、Record Traffic、Lane Departure Warning、Lane Keep Assist、Autonomous Emergency Braking、一龙波。190多千真的让人有点捏一把冷汗呐。所以我们就撇开这个安全辅助系统啦 ，just forget about it。你就当然就 material 来讲，我觉得就是我还是不是很喜欢这样子的 material 啦。这个 camo 配色的我没有问题啊，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褐色，你还可以选择黑色或者是有点灰色这样子的，就是 Hyundai Malaysia 有提供 option 给你选。再来，如果大家是有上韩国的 Hyundai 网站去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这辆车子是。如果你要跟韩国的比是很难比的，因为它这边是写着 VOSE 的，you know what I mean？ 所以而且它也不像韩国这样有9个 airbag， 它是只有6个 airbag， 所以不要比就没有问题，要比的话就人比人。我现在是处在 Eco 模式，我现在传去 Comfort， 所以它是有几个驾驶模式选择的啦，就跟一般的德国车一样，只是说它不能够去调整你的 steering 要软硬，还是你的悬挂要怎样调整。说账面上的话，它有180 PS 和232 Nm。所以我们单单就 2.5 L 自然进气来说，它的动力是不够 Mazda 6那个2.5 L Skyactiv G 来的，或者是你说 Toyota Camry 那个旧引擎，那个旧的 2.5 L 自然进气引擎。可能
所以Hyundai家族的车子啊，包括我之前驾过的 Elantra、Tucson、三大费或者是 Sonata 都好，他们的车脚我觉得会比日本车来的散一点，因为 D segment 市场可以说是战况激烈啊，所以我就简单的来分析一下这个 Hyundai Sonata 在马来西亚的 D segment 市场里面占有什么样的位置。那首先，among 这么多 D segment， 我已经讲过，我最满意的当然就是 Passat 嘛，因为就是那个价位里面你可以拿得到某一些 BMW、Mercedes 的一些感觉。可是 Passat 有 Passat 的问题，Passat 的问题就是它虽然很好驾，可是它不是很好坐，因为它的隔音表现、路面的噪音还是窗外的风声等等，都不是这么完美。就是说舒服方面来说，当然是 Camry 会比较舒服，因为那个 TNGA 底盘。Mazda 6卖的就是它的 ADASness 嘛，就是整个感觉就是哇，已经很 ADAS 这样子的感觉了。那这个 Hyundai 我觉得它就是舒适度方面，其实它不会输给 Camry， 它也不会输给 Mazda 6。然后隔音表现方面呢，我觉得它稍稍比 Camry 甚至比 Mazda 6都来得好，因为毕竟它的这个底盘啊，这个架构它用了所谓的 Hot Stem Steel， 还有一些很高刚性的钢材这样子，所以就整体车子的做工用料方面。不是这些做工用料哈，是你看不到的那些铁啊这些东西，肯定我觉得它会比日系车厂来的有优势。又到了做 conclusion 最终审判的时刻了，我相信不值得购买这辆车子的原因，大家都心里有数了，就是它的 Hyundai Smart Sense 主动式安全辅助系统是交了白卷的。它没有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它没有 Lane Departure Warning、Lane Keep Assist、Record Traffic Alert， 也没有 Blind Spot Monitoring， 它只是给你一个 Blind Spot Camera 这样子而已。而作为一个190千、200千的 D segment 车子，你要跟 Honda Sensing， 你要跟 Toyota Safety Sense， 你要跟 Mazda iActive Sense 来 fight 的话，你给出这样子的安全系统，有一点点说不过去了。它里面的设备虽然是齐全，虽然是 ADAS， 可是在一些细节方面，它少掉了，像是它就没有韩国版本那个10.25寸的全高清荧幕，它也没有那个 BOSE 音响系统。当然，值得购买这辆车子的原因其实也不少。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它这辆车子真的是好驾，它有那种 Continental Car 有那种欧系车的感觉，可是它的价钱就没有去到300-400千这样子。然后它的这具 2.5L 的 Smart Stream 引擎是一具很特别的引擎。你第一天、第二天驾它的时候，你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它就是一个自然进气引擎。可是当你慢慢去深入了解、去适应这具引擎过后，这个引擎在低速域、中速域、高速域的反应都非常好。而且它的驾驶的模式方面啊，它很像 Mercedes、BMW 这样子，就是独立的一个 button 给你去调整。你要 Eco、Smart、Comfort 或者是 Sport， 而且它还有 Pedal Shift。所以总的来讲，我觉得这辆车子还是值得考虑的。如果你没有用过那些安全辅助系统，你也不介意它没有这些安全辅助系统，这辆车子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影片的最后，希望新来的朋友帮我按下 subscribe button， 旧朋友没有按的话也顺便按下。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and 3, 2, 1, cut。2013年推出的 Mazda 6 2.5L 就已经在卖190千，接着2018年推出的早在2013年，所以一般的同级的 D segment 都是18、19这样子而已。走开了，它可以根据不同的驾驶模式去切换它的 pattern， 而最厉害的就是 Action。我们活在一个网红脸年代。我们活在一个充斥着网红脸的年代，所有的车子看起来越来越像，越来越尖，越来越线。我们活在一个充斥网红脸的年，我们活在一个充斥着网红脸年代的时代。我们活在一个充斥着网红脸的时代。所有的车子看起来越来越像，越来越扁，越来越尖，越来越长，越来越细。怎样能够让我们活在一个充斥着网红脸的年代？所有的人看起来越来越像，我们活在一个充斥着网红脸的年代，所有的美女